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童演权谋之事，把肖战与胡歌放在一起看，差距一目了然。《藏海传》开播，古装权谋剧的战火再度点燃。藏海肖战是与梅长苏胡歌是两位来自不同时代的权谋高手，就此在观众眼前相遇。一位背负血海深仇，在权力漩涡中步步为营，是《藏海传》里的藏海；一位算无一策，于阴鬼朝堂间翻云覆雨，是《琅琊榜》中的梅长苏。同样在小鲜肉年纪演绎权谋之事，究竟谁更胜一筹？谁的演技碾压众人，谁又遭低估？将两人放在一起对比，差距一目了然。肖战《藏海传》开播前造势浩大，开播后热度居高不下。郑晓龙与肖战，实力派与流量派的联手，注定《藏海传》非比寻常。自去年消息传出，不少观众便陷入漫长等待，可谓抓心挠肝。郑导凭借《甄嬛传》《金婚》等佳作，发挥一贯稳定，无需担忧。但肖战能否胜任角色，却要打上一个问号。路人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227事件，因不满网站发布的同人文，粉丝大规模投诉致小说暂停，网站下架。事后肖战未及时制止与澄清，影响甚大，一度被指责为失格偶像。经一系列作品输出，他好不容易挽回些许路人缘，而此次若演技翻车，想必难逃网友批评。果然，口碑呈现两极分化，有人将其捧上天，有人对其瞧不上。前者认为哥哥颜值在线，演技出彩，将藏海隐忍与果敢的双重特质诠释得恰到好处；后者则认为其演技被高估，与权谋之士的人物设定相差甚远。静下心来看几集，便会发现两种评价各有道理，亦各有侧重。比起从前有气无力的原声台词，肖战此次明显进步许多，讲话时铿锵有力，抑扬顿挫，极具压迫感。我命不该绝从他口中说出时，令人心头一震。眼神依旧清澈，行走间尽显翩翩公子温润如玉的气质。但是，剧中藏海兼具复仇者与守护者双重身份，童年灭门，背负血海深仇，平静表象下硬是对仇恨的执念。他并非单纯白纸，更似庆余年中的严冰云，角色核心是忠诚与谋略，在复杂政局中需全身而退，将身边人化为手中棋子，暗藏城府与算计。肖战表现如何？浑身散发着天真烂漫的傻白甜气质，不似利用他人，反倒像被利用的那一个。雪白的面庞，缺乏角色应有的内容感。尤其在与瞿娇的对峙戏中，黄觉眼神犀利凶狠，直击灵魂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反观肖战反应平淡，将以不变应万变的演绎方式贯彻到底。爆发戏中，他瞪大双眼直盯对方，活像个气鼓鼓的小孩。某一集中，面具人上门询问藏海是否记得那桩血海深仇，他全程乖巧淡然作答，仿佛在讲述别人家的故事。面对敌人时这般淡然尚可理解，关键对象全是自家人。当需要展现压抑情绪时，本应是隐藏多年的伤疤被揭露的锥心之痛。过度追求公式化演绎，反而显得生硬，缺少耐人寻味的故事感。真正的权谋戏，往往是全剧无蠢人的高智商对决，彼此间互相利用，博弈，几分真情，几分假意，唯有自知。就连主角也不过是险胜，而肖战将大聪明硬生生演成小聪明，更适合与女主张静怡单拍一部古偶剧。在一众老戏骨面前，肖战还是稍显稚嫩。同样是权谋男主，且看胡歌如何诠释。胡歌《琅琊榜》，藏海以个人复仇推动正义求索，梅长苏则将家国大义置于个人恩怨之上。二者利益驱使不同，却同样擅长权谋之术，
在各方势力间游刃有余，身处水深火热之境。梅长苏经大病后身体孱弱，总显柔弱弱之态，看似南经风吹草动，实则虚与委蛇，善用阳谋，手段极为高明。善是真善，狠亦真狠。当胡歌咬着牙说出既然我活下来，就不会白白的活着时，那一刻他便是梅长苏。闪过的镜头里，情绪复杂交织，有隐忍，有狠辣，亦有恨意。面对霓凰的声声质问，他险些破防，那种想说不敢说，想认不敢认的纠结，被瞬间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笑中带泪的经典场面，放在至今仍是经典。在台词专业度上，他或许不如肖战，但胡歌侧重娓娓道来的诉说感，瞬间将观众拉入情境，极具感染力。你知道我这双手以前也是挽过大弓、降过烈马的，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轨地狱里搅弄风云。遗憾、不甘、戏谑，多重情感集于一身。如今看来，胡歌并非单纯演角色，而是以自身阅历与理解，赋予梅长苏血肉与灵魂。正如刘奕君在采访中点评的，他是在找人。片场不拍戏时，胡歌仍以梅长苏状态示人，不嘻嘻哈哈，随意与朋友打闹玩笑。在他这里，自己与角色早已合为一体。许多人不知，电视剧大结局梁帝下跪那场戏是丁永岱的即兴发挥。在胡歌的演绎刺激下，他没忍住情绪爆发，直接跪倒在的。这一跪，将君王的悔恨、落魄等情绪全盘托出。之后，有导演认为帝王下跪有不妥之处，于是连拍2遍，但最终还是选用了下跪的那条。事实证明，优秀演员间的碰撞能擦出别样火花，激发创作激情。这部剧也顺利成为胡歌车祸后的重生之作，提名、获奖、荣誉加身，追捧不断，迎来事业又一巅峰。在名与利迅速涌来时，仍不忘初心，戒骄戒躁，实属难得。难怪被前辈们夸赞不已，视为优质偶像代表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有人欣赏藏海的格局，亦有人理解梅长苏的隐忍。100个读者眼中有100个哈姆雷特，不过是喜好不同罢了。都说肖战在复制胡歌的成名之路，殊不知在演员的世界里，最终打动观众的永远是角色本身的生命力，而非谁复制谁的标签游戏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